舵主，你们方才可听到些什么？舵主，昨夜一共铸了7000两，还剩多少5万出头。现在就算日夜不休，也还要4、5天。再做1天，明日将剩下的官兵全部沉水。舵主，那少主那边怎么？我自会应付。舵主，来了好多船。狗官差！舵主快走，我们断后。是，舵主，此处有我们，舵主先避一避。大不了一死，让舵主亲自搏命，要我们有什么用？快走！舵主，兄弟们，泉下再会！设甲板防御，死城死矣！快点！我们怎么办？赶紧跑啊！走啊！快！李元逆贼，马上无论！大人，发现一处暗仓。来，出动就擒！我操！饶命，大人！闲杂人等让开！有没有看到浑身是洞的贼人经过？没有。走吧。哎。大人，从沿河搜索至此，未发现贼人踪迹。你们一路围追至此？是，我等按大人吩咐，沿街封锁，只放出这一条生路。说，你确定他来了这儿？凌渊逆贼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那是那个，在那儿，就是他。追！让开！逆贼，若束手就擒，可免皮肉之苦。在这等我。你应当是林渊在南都的匪首，老实交代。你们这帮伪钞贼子，
总有覆灭之日。你在南都积攒到如此势力，想必暗中发展多年了。为何突然洗劫官船，为了点银子，自寻死路？事已至此，何不从实招来？刘某有专擅之权，可保你性命。张嘴！口中藏毒。把尸体带回去。来人！郡主，他们都这么不在乎自己生命了吗？郡主，不必再一次的跑了。熬了一夜，你累了吧？李波，带郡主先回去休息。是。来，客官您请。如何了？画舫已被官兵攻破。若不是舒姑娘及时提醒，只怕眼下我们已经在府衙狱中了。师兄，之前我对舒姑娘……莫叶她可在广惠庄？在，带我去见她。云东家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也不知道又要去哪儿。我先回房了。师兄，自穆爷归来，始终心烦意乱，若一会儿有言语相撞，师兄莫怪。无妨。此事可有影子跟随？有。请你下令，让他们暗中监视舒亚兰。师兄还在怨我怀疑舒姑娘？或许这世上再无可相信之人。明白。多谢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伤口尚未愈合，你就喝成这样，下半辈子瘫床上谁照顾你？放心，没有下半辈子了。给我。你小心着点儿，这酒挺贵的，10万两银子呢。10万两一壶的酒啊！莫言，独乐乐，不如与众分享。先前害莫爷蒙冤入狱，受了不少皮肉之苦，如今又害得庄里现银损失了近半，这皆是因我而起。我自罚一杯，向莫爷赔罪。
哎，行了，我这酒挺贵的，罢了，不就10万两银子吗？丢了再挣呗。我不是怪你，我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咽不下又如何？柳公权名声在外，在他那儿，不管是云台还是凌渊，都是朝廷的敌人。他已经盯上咱们了，现在躲有用吗？无妨。如今只需一个诱饵，便可引开那江南神捕。诱饵？什么诱饵？我。你们不用这么看着我。舍己为人的事情我从来不做。这江南神捕突然来了难度，虽说是带来了麻烦，但同时也带来了变数。世上所行之通则，莫不一以变数。有变，才有契机。此时躲都躲不起，师兄为何惹祸上？随着说。之前的水鬼结阴案，还有许多蹊跷的未解之处。我此番前来，正是要与莫言一探究竟。韩子曰：“如以闻乱法，侠以犯禁。二者皆机，而学士多称于事语。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以诺必成，不爱其躯，复世之恶困。”舒姐姐。乖不乖啊？嗯。我看又多了2个孩子，老孙这是找到了新线索。是这小子帮忙牵线，又托人一路找到扬州。好不容易在一间酒楼里赎出来的。眼下线索越来越多了，咱们就跟着这个线索走。余下的孩子，我想很快就能找到。以后我就叫你苏大侠。听了1堂课便受教了。我看你倒是有做教书先生的天分。苏家哥哥教的可好了。哎，我可不行啊！你们这帮小捣蛋鬼，已经找了正经的教书先生了。或许是这。哎，你不是在赶制贡布，怎么得空到这里来？那边安排妥当就行，反正也不用我亲自动手。那怎么不去连胜坊看看？我可不回去。云兄要是有事找我，会主动来。我可不想过去提醒他，我能为他所用，不是？啊！这小子，你终于学聪明了。舒姐姐，今天给我梳什么花样啊？小雨的头发还不够长，得再长长，才能梳更多的花样呢。所以啊，你要记得好好吃饭，乖乖睡觉，头发才能长得更快。那我要快快长大，让头发长得长长的。我还要舒姐姐给我扎辫子。小雨最乖了，小雨是第一个来的。以后要和家宝哥哥一起照顾其他弟弟妹妹。哎，你这丫头，今日心倒细起来了。这院子再搭个秋千吧。教书先生也需好生照料，只要安顿好他，心方能定下来。这些孩子几经波折，照顾他们的人就不要经常换了。你呀，就会说，
也不见你过来搭把手。来，小弟，给大哥踢出去去。哎呦，来，踢去！哎呦，来！舒姐姐去积善堂帮忙了。积善堂是之前那个积善堂的新名字。金大哥去的。去得好。亚楠何时去的？大概40过半。东家可是想姐姐了。蒙兰知道不该问，但这几日，东家和姐姐为何总是在有意无意地避着对方？没有啊，我跟他昨日还在一起。虽在一起，但貌合神离。东家。掌柜的，来了位客人，一看便知女扮男装，半时辰不到，已输了1000两。每一手都输，像是有意而为之。怕是来找事的。去看看。这位客官，按照商会的规定，我们赌方只能收取现银或者银票。您这个，笑话。你这样的话，我如何回本？这位姑娘，看来今天手风不顺，不如改日再来玩。你谁啊？在下连生坊东家。东家。连生坊若赢了这回玉佩，小民恐怕会惹来牢狱之灾，还请郡主手下留情。这上面并未写我的名字，你是如何猜到？你既已猜出我的身份，还敢这么跟我说话，你就不怕我治你个不敬之罪？这位客官，不知是否赏脸？咱们楼上一叙。既是名震南都的公子香亲自相邀，那我便不再推辞了。来，我们继续。没有。你倒是说说，你是怎么就猜出我的身份？福王素有长情之美誉，当年王妃病重，福王便立誓终生绝不再娶，并守誓至今。方才我见的玉佩上有“福藩亲族”4个字，据我所知，福王所生的亲眷当中，只有郡主一名女性。你这刁民，竟敢妄议当朝亲王的家事！小民不敢妄言，只是回答郡主您的疑问。那是不是我问你什么，你都如实回答？自然。你与方才那女掌柜什么关系啊？她是连生坊的掌柜，我是连生坊的东家，仅此而已。不知郡主对我这个回答可否满意？
你先坐下。多谢郡主。先别说谢了，先与我道歉吧。我特意登门探访，可接连几个小厮跟我说，他们云东家从不会客。哎呀，小明这才明白，若是郡主你只赢不输，多半会被当成迁客逐出赌坊。但是郡主只输不赢，豪掷千金又绝无收手之意，如此不寻常的客人，必定会引起东家的怀疑。郡主你连输1000两，只为引得小明现身，果然是智慧伶俐。果然是公子香啊！短短月余之间声名鹊起，确有几分聪明啊。只是小明还是不解，郡主为何要拿着腰牌出来做抵押呢？若是小明未能及时发现的话，只怕已经大祸临头了。可从来没有人让我等半个时辰。我本来想给你个教训，没想到你运气好，来的正是时候。原来如此。哎，究竟是我问话还是你问话？小明不敢。小明只是觉得郡主你身份显贵，只身一人来此鱼龙混杂之地，实在太过冒险。不知柳大人可随同前往？那云公子昨夜为何也盯着画舫？盯着画舫，想必也是为了那画舫里的银子。至于劫那一船官银，想必与云公子的朋友莫不凡有关。郡主果真是有备而来啊！我还听少知府说，前几日府库官银失窃是苏家公子补上的。公子香，你在这南都城到底有多少同伙？方才那女掌柜与你确实不像有私情，难不成也是你的同伙？回郡主，不是什么同伙，只不过是生意场上的朋友罢了。你别狡辩了，公子香，你现在与我说了还好，要真等到我输了，你可未必有活路了。记好了，这公子香既非寻常人，就不会用寻常手段。明白，那还是照旧，大人红脸，卑职白脸。你去楼上帮衬人，把茶水和点心都备齐，招待点周到就行。哎，丫头，客官，你们云东家可在房中？云东家正在会客，特地交代了不得打扰。能会什么了不起的客？赶紧给我们带路！两位要是再应酬，我只能报官了。让开！啊，那就是这儿了。让开！让开！
那说这就交给你了。速速回避。郡主，大人上回说了，这些事，郡主万不可参与太深。其实我不过是想帮你们多打探些消息，早日了结此案，了结这些纷争。我可不想再看到又有人死在我面前。刘大人好。你既已知晓我的身份，我们不妨开诚布公，少些皱褶。甚好，如此，已可知罪。知情不报，按律刑杖30。这么说，昨日跟踪我的，却是你的人。云公子可有酒？实不相瞒，比起劫银那些临渊逆匪，我更讨厌云台那些伪君子。愿闻其详。临渊不过一群狂匪，整日嚷着复兴正统，实则还是为权力，为那万人之上的位置。云台明明也是一样，偏还装得道貌岸然，要大隐于世，超然物外。哼，真是可怜可比啊！既有才学，为何不入朝为官，名正言顺，为苍生效力？涉水过河，难免满身污泥。云台中人还是习惯洁身自好。官场这条大河，当真暗流汹涌，泥沙俱下。可官场归官场，人心莫测，善恶皆存，可倚仗的唯有法度。我厌恶云台，便是因为他们自诩高人一等。莫非洁身自好，便可有理法外？云公子，你说呢？这世间俗尘迷也，谁有比谁干净多少？我与公子说云台呢。云台人也是世间人。错，人活世上，是不是官场都会遇到横在面前的河，渡过去才能活。可真渡过去了，必然免不了一身泥。若知道自己满身泥污，那算坦诚；若还装得出一副白璧无瑕的样子，那才是脏透了。云台就是脏透了。有想说的，现在便说，否则到了府衙大牢，可没机会了。实不相瞒，就算柳大人今夜不来，明日一早，我也会登门拜会。不为别的，只是想和大人您谈一桩交易。云台与内卫所交易，是云某和柳大人之间的交易。在下愿尽绵薄之力，相助大人全面破解水鬼劫银案。诚然，以江南第一神捕的能力，想要捉拿几名在逃的押船官兵，绝非难事。不过若此事交于我，3日之内，我定当办成。而且我开的条件很简单，只要免去那30大板即可。
如此，还是老实随我去府衙吧。莫要逼我动手拿人。大人是嫌这桩生意太小了。与圣人谈交易，也先从小买卖开始谈起，先套取信任，增进情谊。那么之后，便都是大圣。你生了副好舌头。公子香，你岂止知情不报这一条罪名？你入城之后平生事端，屡次挑起商界大乱不说，还与那广惠庄的莫不凡私结兵甲，更有勾结海寇的嫌疑。桩桩件件，哪一条不是死罪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我们内委便是皇权的眼睛。你真当自己的所作所为可以瞒天过海？大人入城以来，没有权力缉拿那些劫匪，反而是时时刻刻紧盯着我。起初我以为你是想借由我来引路，坐收渔翁之利。比起缉拿那些临渊贼子，我更好奇的是，你为何处处与他们作对？既然能与他们作对，你手中应当还有更多法吧？所以大人断定，从我这里可以查到更多关于临渊的线索。话已说开，便应开诚布公。我可以暂时让你逍遥法外，但你我之间需要做一桩真正有价值的交易。不知大人今日突袭华房，可情到活口了？临渊逆匪，宁死不降，皆以伏诛。只不过擒得几名被骗上画舫的银匠。以临渊的行事作风，断无可能让那些银匠知道内情。由此便也无从对证了。不过大人可有怀疑，这一桩水鬼劫银案，他们完全有可能做成一桩悬案。盗匪已将官锭悄然无息地运回南都内湖，只需将银子沉底，此案就无从查起。他们却选择熔银销赃，这才留了破绽。或许并非利欲熏心，而是有意为之的。继续。近日南都城里怪事迭起，且桩桩件件都与临渊有所瓜葛，这其中关联颇为微妙。比如，不如大人先与我追查那些在逃的官兵，在此期间，我会慢慢解释给你听。大人，你是官，我是民，哪怕整桩交易结束之后，你想针对于我，那我只能束手就擒，插翅也难逃。这便是说，你笃定这桩交易会改变我对云台的看法？不敢。此事与云台无关，这是我和大人之间的交易。既然大人不惜屈尊，深夜前来一叙，相信大人也是认同我的价值。既然如此，小民定当不负所望。常会爷，您慢走啊，下回再来。走啊。丫头，
啊？你要出门吗？为何突然这么问啊？你今天话里话外都感觉像是在交代后事，啊不，像是在与我们道别。你还会多愁善感了？是小孩子把你的心变柔软了，还是天狐让你这榆木脑袋开窍了？不是，没有。你和柯姑娘不要总撺掇我们。你们啊，明明心里想着念着，还不许别人说。这你回连生坊不是为了天狐，难道还是看云香啊？哎，客官您慢走。不是，喂，不是，丫头，你这掐我肉！别跟我说话。跟我吗？你那日是怎么答应我？怎么能独自一人去见嫌犯？我是见你最近每日辛劳的，我想替你分担一些。那结果如何？你自小在高墙深院之中，所见之人皆对你敬3分畏3分。但高墙之外，即是江湖。江湖中人活在你熟悉的规则之外，你的郡主身份非但保不住你，还会让你的处境更加危险。可是叔你也说过呀，云台中人并非穷凶极恶之徒。那我说什么，郡主便信什么吗？而叔你说的话都不信。我只是希望，郡主日后行事多一分小心，懂得先护着自己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记住了。那叔你别生气了吗？大人，公子萧如何处置？此人正邪难辨，绝非反目。再等等，且让这金陵在池中搅一搅风云。明日我要出城一趟，李波会陪着你，就在别院好好歇息。看你这脸色，这是仇家找上门来了。若是仇家就好办了。这是江南神捕，有公权。我刚走几日啊？啊，你怎么招惹上柳公权了呢？没想到你也听说过他。废话，好江湖的哪个不知道他呀？你放心吧，我也不是招惹他，只不过跟他谈了一桩交易而已。我讲清楚啊，我可不与官府为敌。明白。你就安心照看你的积善堂即可。当真？那我可什么都不管了。我给你备了一份薄礼，就在你的房中，何不过去看看？哈，啊。怎么样？积善堂那边安排妥当？哪还有心思说这些？柳公权是来找你的，他要做什么？可有为难你？进屋说。
那柳公权早就猜到了我是云台中人。江南第一神捕啊，果然厉害。不过他查案心切，被我找到了可乘之机。你放心，我已破解了这场危机。哪里破解了？待你帮他找到官兵的下落，他随时都能下令抓你。无妨。我这里有他想要知道的事情。算了，我不想让你和金石两被卷进来，还是不说了吧。你现在与虎谋皮，是为报家仇，不错吧？可你有没有想过，那天你要是真与凌渊动了手，就算你找到想找的人，问到想问的事，但你以后要对付的是整个凌渊。那又如何？云香，你以前教过我，若想要复仇，先得保全自己。若是鲁莽涉险，可能会永远失去报仇雪恨的机会。我知道，我早有准备。你真的想好了吗？你不是这样铤而走险的人。你何时又变回从前那般，说话虚虚晃晃，藏头去尾？不知你哪句话是真，哪句话是假，也不知道你在盘算些什么。我对你都是真的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被柳公权威胁的。知道事情原委，我才能放心。其实，我探听到在南都城里有另一股凌渊势力。待到时机成熟，我会把他们亲手交给柳公权。另一股凌渊势力，你当凌渊是什么？莫爷已经查到了。那个凌渊头目的藏身之所，随时可以一网打尽。这也是我与柳公权为盟的资本。不知我这么说，你可安心些？
他在我背上说的话，你是不是真的都忘了？我说我不走，一直留在你身边。你说那是醉话。我说，昨日是这话，明日也是这话。骗你说不记得，是因为我懂。那是我唯一一次不怕被你识破的谎言。那也是我唯一一次心甘情愿被你骗。对不起。不必如此。昨晚他去了何处？去了家画坊，但连歌姬都打发了出来，独自饮酒，直到丑时。见了何人？未曾与人交谈，沿途也未留下任何记号。画坊老板我查过，没有问题。师兄，你怎么想？怕是你已经猜到了吧？毫无疑点反倒可疑，或许他在确认是否有被盯梢。影子有没有暴露？绝无可能。但确认过安然无恙，下一步一定有所行动。定睛。明白。你说说吧，少主为何行如此荒唐之事？属下不敢妄自揣摩。哼，你是不敢说吧？那我替你说。少主看似是在对付南都分舵，可他实则要对付的是我，对吗？不过可惜了叶舵主，他是替我而死的。叶舵主遭官兵围捕，已服毒自尽了。这不可能！休得无礼！刚收到的密函，怎么？你要看吗？南宫先生，既然寇家要对付您，不如就先反了吧。往后这种悖逆狂言，不许再提及一字。你要好生记得，你们叶舵主，乃至江南大小各大堂口，还有我，皆是蒙寇老阁主抬爱，方才有了今日。那叶舵主就这么平白死了？寇老阁主何其英明神武，既有冤屈，自当昭雪。原野，你当真想替叶舵主复仇？拿着我的令牌，去见寇阁主，向他禀报此事。记住，务必顾及阁中严令，切勿和他人提及。哼，这原野此去，倒是自寻死路吧。那先生还将腰牌给他，难道就不怕被他牵连吗？笨！哼！既然我给了他腰牌，代表我已对此事知情，我知情又未加干涉，
就表示我已经忍下了此事，如此，阁主才会对我更加信任。这叶宵也算是先生的左膀右臂，就这样死了，多多少少有一点可惜。而且事到如今，咱们在南都的产业几乎全丢干净了，而且说不定先生的算计也已经被那公子香猜出了几分。无妨，我正是要他连战连捷，方才能请君入瓮。云公子，又见面了。你别看我说，我来南都就是要跟他学办案的。玉某见过郡主，见过柳大人。这老齐，巡河30余年，也参与了此前巡抚司的查案。据他所言，漕河两岸虽无车辙马印，但却有几处徒步登岸的痕迹。柳大人，你没有带护卫。马嘶犬吠，狐狸怎么露尾巴？走吧，路上再叙。奇怪，你说押船的官兵劫走了贡布，有何证据啊？回郡主，您可以试想一下，假如您是那些官兵的话，犯下了此等杀头大罪，那接下来会怎么做？横竖都是死，自然是逃跑喽。逃跑的话，也是需要盘缠的。贡布是船上唯一值钱的东西，所以才会造成船上人货两空的情况。有些道理，但我总觉得哪儿不对。这贡布上描龙画凤，根本就没人敢收，如何换到银子？想要出手贡布，也并不是没有可能。哦，你连这种路子都有啊？自然。想清楚再打哦。你连这种路子都有，肯定没少干那些杀头的买卖吧？我既然决定与柳大人合作，自当通力联手，知无不言。大人，找到了。大人，沿河两岸查到10余处登陆的痕迹，这里最显眼。那应该就是这儿了。可是怎么看出来的呀？要踏出这么一条道，少说也得几十人。那，看，草叶断处有焦黄，应该折断好几日了。至少4、5日，日子也对得上。这条踪迹我们以前查过，向前300余米有那么一条小溪，到了那儿就无迹可寻了。您是利用溪水掩盖了足迹。可是如此明显的足迹，此前为何不查？郡主，少知府要找的应该是贡银的下落，徒步是没有办法运走10万两贡银的，所以此处没有必要特别探查。来，你闻闻。应该是包裹贡布用的油脂。可是丝绸它没有味道啊。丝绸没有，但染料有。这是紫草和白矾的味道。这都能闻出来？我连紫草和白矾是什么味道都不知道。作案所需的不仅是天赋，还有日积月累所攒的经验。凡所见所闻，都要牢记于心中。好麻烦啊！怎么，这就萌生退意了？当然不，我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做成。郡主天资聪颖，今日也是收获满满。柳大人，我们是不是也该返程了？林公子，那今日……就这个，下车上路，开！我这都连输3天了，是不是你们出钱啊？
就是抽签，确实像。再来一把。我也觉得呀。过来说话。掌柜的，邓老板已经连输3日，要不咱们反例2成，把他留住。给他返利，那别的客人怎么想？你去和王伯头说，今日多照顾着点他，让他多赢些。上手段？不然呢？是。舒姐姐。少主，叶宵已死，眼下斩断了南宫放的左膀右臂，何不见好就收？收？这不正是我大展身手的机会吗？待时机成熟，先除掉柳公权，再杀了公子香，此等功绩，阁中还有谁能与我比肩？此时前来为何不用暗号？仔细查探周边异动，务必小心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即刻离开南都，永远别回来。姐姐这话什么意思？早就让你走，为何不听？公子香与柳公权已经联手，盯上你。这云香莫不是天上神仙，事事都未卜先知。姐姐，你费尽心思，到头来就是想赶我走吧？我可以走，但你要跟我一起。阿娘还交代了我一个重要任务，务必把你带回去。此时局势未明，我走不了。那公子香何等狡诈，怕是早就开始算计你了。你此时不走更待何时？哦，难道真让人把心夺了去？要么我帮你夺回来可好？你动他试试。为了情郎，跟亲弟动手。姐姐自小武功便好，我都打不过你，丢脸。可不知那公子香武功如何呀？我不信你能一天12个时辰都护着他。那我再警告你一回，切莫伤他一丝一毫。好，我可以不动，那便要看姐姐了。若你好好跟我回去，我找人护他长生不老都说不定。可若是有人阻拦我带着你回去，那我定要他死。明日4时，归川口码头会合。
舒安南已经走了，还跟吗？害我们兄弟性命的，就是方才那女人。对，我去杀她。不急在这一时。舒安南我去追，你们务必围好这个宅子，明白？切忌放过里面的人。还有，告诉兄弟们，舒安南来的事不准说出去。你在云台修业几年？云台弟子修业的年份越多，代表身份越高。大人，你让我暂且保留几分底细吧。哼，看看啊，此人当真狡猾，你可离他远一些。可要是论狡猾，术也不在人下。马上到了城门口，你们就把我放下吧。一有什么消息，我会马上禀报大人。其实我甚是好奇，究竟谁敢私自买卖贡物？不妨带我同去。大人今日应该有事要忙，放心交于我吧。那带我去吧，我没事儿。我开玩笑的，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去。林公子，你我达成了3个交易，这第一桩我相信你能做到。现在，我们可以谈谈第2桩。一直以来，林渊最痛恨的都是云台手段。可是如今在南都城，他们竟然开始效仿云台介入商界，与唐啸勾结，便是最好的实证。这跟之前的林渊可是大有不同。不止南都，我经手的几桩大案，各地皆有商户与林渊勾结。怎么，林渊有此异动，你们云台竟然不知？奇怪的是，眼下他们开始盗府库、劫官营，而且2次都是朝官营下手，这么明目张胆，难道就不怕毁了自己在南都城的商界根基？所劫官银不过10万两，若根基被毁，损失远甚于此，确实不合情理。所以我怀疑，眼下在城中会有2股林渊势力，一派从商，一派从武，因为2者不合，才造就今日之局。若真如你所言，你能找到隐藏在南都的另一股林渊势力？自然。说，这买卖划算？是否划算，还得看他提出什么条件。我希望柳大人可以解封唐家老号，我想将其盘下。就这么简单？我倒觉得这溜鬼。哎，能有所警惕，确实有长进不少啊。云公子，这云台与林渊素有恩怨，却甚少针锋相对。你把这南都分舵搅得天翻地覆的，就为了夺取一处产业？这不过是我与大人的第2桩交易，待到第3桩，我的所求、所愿，大人自然会明白。不是说好了不用我参与吗？为何又来找我帮忙？你当鬼市的人都要钱不要命啊？敢收贡布？与柳公权交易的事，你全部交给我。你如今只需要探听消息。那你先说与我听。你跟康强盘算什么呢？啊，他把影子全部都调走，还整日整宿的不回家。我让他帮我追查另外一条线索。你放心，并无危险。什么线索？还不能让我知道。我并非刻意隐瞒，我只能说此事若进展的顺利，唐家的产业我会一并吞下。可眼下的麻烦，是钱能解决的吗？所以现在，鬼市的消息至关重要。找到那些贡布，
就能找到那批在逃的官兵，柳公权和我的交易才能继续进行下去。一切就有劳你了，拜托了。哎，怎么样？他去见了何人？凌渊之人。你确定？我与那凌渊女子交过手，不会认错。舒亚楠的事，我会替你上门中保密，但莫爷这儿怕是瞒不了多久。我懂，谢谢。师兄，我与莫爷并非循规守旧之人，不会对你心存非议。此事着实是舒亚楠藏得太深，他一路相伴，你破戒动情也是情理之中，无需自责。不是他藏得深，是我自己。不重要了，不管他藏了什么祸心，终究是你技高一筹，反倒利用他才能找到那些人的藏身之处。无论如何，他日后不会再来纠缠了。此言何意？想必他对你起了警觉，与那些人通安息了之后，就不知去向。